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复古年华系列青叶青果岭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大小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的编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针数行数不同。衣服包含后片、左右前片、袖子、下摆、门襟、领子和扣子。先编织并缝合各个部分，最后缝上扣子。开始学习后片，后片包含这样的小织片和2个侧边。先将所有小织片织完，然后在两侧分别挑针织侧边。小织片有4列，每列5个，按照织片顺序进行编织。来看织片1，织片1是编织边起上针，这里图纸的起针数是大码的。第一行按照箭头指向看图解，在正面编织，全部织下针。第二行是横线，表示上针，在反面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因此第2行也是全部织下针。剩下的行数每次在正面中间都要进行减针，这里就是中上3针并1针。整体上衣服就是搓衣板针的花样，这里针数行数都有省略，请看我演示。这款衣服需要用到2种线材，分别称为线1和线2，我都用棉线演示。首先用线1对应的线材，边织边起，对应数量的上针。从第3针开始，都是穿入线圈之间进行起针。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后面讲解时针数行数也都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，大家实际对照图纸说明进行编织即可。起针完成后，将前2行下针织完。第1行完成。第2行完成。接着织第3行。首先找到中间1针，在这1针上做好标记，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然后取出线2，
接下来的2行都是用线2编织，线1停留在起始位置。首先将线2与线1打结接线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。标记的这一针右侧第2针位置，完成后，将左侧3个线圈织一个中上3针并一针，先从左往右同时挑下2个线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这2个线圈同时盖过后一针，中上3针并一针完成，相当于减了2针。如果分不清这个中上3针并一针的纹理，可以做一个标记。剩下的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然后在反面继续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第4行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继续织第5行。每个小织片整体上都是每2行换一次线，因此这一行又要用线1编织，线2停留。每次换线编织时，注意第一针松紧适度。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这个中上3针并一针对应的右侧第2针位置。完成后，继续织一个中上3针并一针，如果可以看出这一针的纹理，后面就不用标记了。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，并返回织完第6行下针。
现在小样第6行就织好了。织片一接下来就是继续每一行都织下针，正面要在中间织一个中上3针并1针，反面不减针，并且2行就换一次线，一直织完倒数第2行。现在小样已经织好了倒数第2行，可以发现这根线已经织了2行，因此最后一行也要换线，织一个中上3针并1针。织完后稍微拉紧线，这样织片1就讲完了。继续织织片2，先用织片1结尾的这根线编织，以后都是用上一个织片结尾的线开始织，针上的线圈算1针，然后在织片1这个侧边挑至下针，每2行挑1针，也就是每个颜色挑1针。小样这里就是挑7针，挑织时穿入边缘2针之间的缝隙，这是边缘第2针，这是边缘第1针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来入针，每个织片挑针时都统一即可。完成后，再起对应数量的上针，可以将起针的线圈隔开。完成后，核对一下针数。我们将前面挑的针数加上后面的起针数，算作第1行。接着织第2行，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
完成后，换线至第3行。从第3行开始，每一行的编织方法都与织片1相同，也就是每次在正面中间都要减针，反面不加不减编织下针。大家继续将织片2织完。现在织片2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继续将织片3、4、5都织完。小样已经织好了，这3个编织方法与织片2相同。织片5织完后，最后这个线圈应该刚好是线2，我们将线1预留1小节剪断，这样第一列花片就讲完了。继续织织片6，我们同样用上一个织片结尾的线开始织，针上的线圈算1针，然后边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下针。完成后，开始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因此全部织上针。先将针上的线圈织完。完成后，在织片5反面这个侧边挑对应数量的上针，也是每2行挑1针。现在第1行就完成了，继续织第2行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
往后第二列织片整体上都是织上针，继续在反面织第3行。这里要接线编织，这一行中间需要减针，大家实际同样可以将中间一针标记出来，我就不标记了。这里是中间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中上3针并一针，这里在反面织法有所不同。先交换前2针的位置，中间一针在后方，也就是在正面，然后从右往左同时穿入3个线圈，织上针。这样就织好了。正面就是下针中上3针并一针的纹理。剩下的线圈一一对应织上针。第3行完成，往后第4行又是不加不减织上针。接下来每次在反面编织时，也就是换线编织的第1行，都要在中间织一个中上3针并一针，注意反面织法与正面织法不同。正面都是不加不减织上针。大家继续将织片6织完。现在小样已经织好了织片6，继续织织片7，针上的线圈算一针，然后在织片6反面挑对应的上针，再在织片4反面挑织上针。
现在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从第二行开始，剩下的编织方法都与织片6相同。继续将织片7剩余行数织完，并织完织片8、9、10。每个织片第一行都是在上一个织片的侧边和旁边织片挑织上针。大家将前10个织片织完，织完后将线2剪断。现在小样已经织好了前10个织片，继续织第11个织片，针上的线圈算一针，然后边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上针。完成后，开始织第一行，先将针上的线圈织下针，然后在织片10的侧边挑织下针。第一行完成，往后第二行一直到最后一行，编织方法都与织片1相同。我们将织片11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织片11，继续织织片12。先在上一个织片侧边挑对应的下针，然后在左侧织片侧边再挑对应的下针。第一行完成，剩余行数都与织片11相同。往后的织片13、14、15都与织片12相同。织完前15个织片后，将线1剪断，继续从上往下织剩下的5个织片，其中织片16与织片6完全相同，织片17到20编织方法都与织片7相同。所有织片完成后，2根线都不剪断，这样后片的织片部分就讲完了。接着织右侧边，先将织片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这一侧挑针至右侧边，针上的线圈算一针，然后在每个织片侧边分别挑至下针，仍然大概是每2行挑一针，具体挑针数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。完成后，在反面将第2行也织完。
往后继续是每2行一次换线，编织搓衣板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右侧边织完。右侧边对应的行数织完后需要收针，我们继续用最后一行的同色线编织下针边收针，另一根线剪断。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继续每次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收掉一针。收针不要太紧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收针。剩下1个线圈时，拉大线圈，结尾预留1米左右的线，剪断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线头用于肩部的缝合。这样右侧边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大家在这一侧挑针织左侧边，也是先用线衣编织，第一行在正面挑下针，挑针数与这一侧相同。这个织片挑针时，大致与前面对齐，也就是比前面多挑进去一点。拐角可以多挑一针，与前面这里对应。现在第一行就挑好了，针数应该与右侧边相同，然后继续将剩下的行数织完并收针，方法都与右侧边相同。注意，左侧边结尾收针，也可以预留一节长线头，用于缝合前后片的侧边。线头长度通常是需要缝合长度的3倍左右，但线头
太长不太方便缝合，因此建议预留1米左右，后期不够再继续接线缝。另一根线也正常剪断。到这里后片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右前片。右前片包含8个小织片和1个侧边。先将所有小织片织完，然后在这一侧挑针织侧边。小织片有2列，第一列5个，第二列3个，按照顺序进行编织。第一列与后片的第一列完全相同。织片5，结尾将2根线都剪断。前5个织片完成后，继续织第6个织片。先用线2边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下针，然后开始织第1行。先将针上的线圈织上针，然后在织片3反面挑直上针，第1行完成，剩余行数都是织上针。往后每个颜色的第1行都要在中间减针。大家可以参考后片的织片6。织片6织完后，继续织织片7和织片8。这2个织片编织方法与后片的织片7相同。全部织完后，2根线都剪断，然后在这一侧挑针织侧边。这个侧边与后片的左侧边完全相同，结尾预留长线头。这样右前片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左前片，也是包含8个小织片和1个侧边。先将所有小织片织完，然后在这一侧挑针织侧边。小织片有2列，第一列有3个，第二列5个，按照顺序进行编织。第一列与后片的第一列前3个相同。织片3结尾将2根线都剪断。前3个织片织完后，继续织第4个织片。先用线2边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下针，然后前2行全部织上针。从第3行开始，往后的编织方法都与后片的织片6相同。织片4织完后，继续织第5个织片。针上的线圈算1针，然后在这个织片反面挑直上针，
然后再起对应数量的下针。第一行完成，剩余行数与上一个织片相同，也就是全部织上针。单数行中间要减针。第5个织片织完后，继续织第6个织片，先在织片5反面挑至上针。我已经挑好了，然后在织片3反面挑至上针。调好后，相当于第一行完成，剩余行数正常编织。往后继续将剩下的织片7和织片8织完，方法都与织片6相同。全部织完后，2根线都不剪断，然后用线1开始挑针织侧边，方法与后片右侧边相同。结尾也要预留长线头，缝合肩部。这样左前片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肩部缝合，以右肩为例，将后片结尾的线头穿上缝针。缝合是在正面进行的，可以先将2个织片对齐，用记号扣临时固定几个点。先缝合侧边，这里属于行与行缝合。每次都是挑边缘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在边缘挑针缝合即可。我们后面可以每次挑2根度线，边缝边注意，确保2个侧边大致对齐。
侧边位置缝好后，继续将这两个织片位置也缝好。这里是针与行缝合，行这一侧继续调肚线进行缝合。针这一侧挑这样的辫子2根线缝合。同样注意大致均匀。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。并藏好线头。这样，右侧肩部就缝好了。接下来，大家用左前片结尾预留的线头，将左侧肩部也缝好即可。继续学习袖子，袖子是边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然后从第一行开始，整体上每行织下针，也就是编织搓衣板针花样。部分行数需要在首尾进行减针。开头是右上2针并1针，结尾是左上2针并1针。下面我分别演示一下这2种针法。右上2针并1针，就是先以下针方式挑下1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。右上2针并1针完成，中间正常织下针，结尾剩下2个线圈时，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左上2针并1针完成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，在对应的行数减针，具体行数大家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。全部织完后，用最后一行结尾的线收针，另一根线剪断，
这里我们用冰岛收针法进行收针，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线圈转移到左针上，从这个线圈里面以下针方式穿入第二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同时放开这两个线圈，调整一下松紧，注意不要拉太紧，保持松紧一致。继续将线圈转移到左针上，从这个线圈里面穿入第二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放开线圈，调整松紧。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收针。结尾可以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袖子织好后，用预留的长线头先将侧边缝合起来。这里属于行与行缝合，大家参考肩部行与行缝合的方法，大致均匀的缝好即可。缝好后断线，然后用侧边预留的长线头将前后片侧边也缝合起来。可以先将袖子对折比照一下，预留出袖笼的宽度。袖笼两边的针数织合应该与袖子的起针数差不多。确定好位置后，在这里做好标记。侧边这里是针与针缝合，每次挑这样一个辫子进行缝合即可。缝好后不断线，继续缝袖子。可以先用几个记号扣将袖子临时固定在袖笼位置再缝，上方对折点于肩部缝合处固定一个点，两边再均匀固定几个点。这里也是针与针缝合，大家将两只袖子完成并缝好。接着织下摆、门襟和领子，这几个部分都可以先用线衣开始织。首先在前后片下方挑针织下摆，挑针数参考图纸说明。织完后进行冰岛收针，结尾的线2可以不剪断，然后接线1开始织右门襟。右门襟需要在对应位置留扣眼，
我简单演示一下扣眼的编织方法。先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然后织2个卷针加针，再织一个右上2针并1针，扣眼位置就织好了。扣眼位置占4针，在反面织到这4针时，继续正常织下针，这个就是扣眼的编织方法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，继续将右门襟织完。右门襟织完后，用冰岛收针法进行收针，结尾也可以预留长线头，用于缝合领子。右门襟完成后，继续挑针织左门襟。左门襟不需要留扣眼，全部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结尾也是冰岛收针。织完后全部断线，然后在领口挑针织领子。领子就是在这样的6个织片边缘挑针进行编织。收针的结尾预留长线头，用于缝合这一侧。领子织好后，将两边分别于下方的织片和门襟进行缝合，最后在左门襟上缝上纽扣。纽扣的位置与扣眼对应。缝合用线随机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